大家好，我是来自蚂蚁集团的夏巨鹏。然后的话，我在蚂蚁集团的话，主要是负责安全开放技术这个团队。然后的话呢，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是关于 DID 助力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落地这样的一个 topic。然后的话呢，DID 它其实是脱胎于这个 Web3领域的一个关键技术，但是它在整个 Web3的一个演进的过程当中，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应用。那我们在通过探索它的一些技术原理以及它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一块，然后我们找到了它在整个的一个马拉喀什条约等等一系列跟身份相关的场景，它的一些应用。好，今天我讲的这个内容，其实背后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那这个就是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团队里面的同事参加了一个特殊的一个观影活动。那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其实就是关于这个盲人他的一个线下的他的一个观影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右边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当时留下来的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当然拍的效果不是特别好，但是它其实是非常的真实。那我们平常人只道是寻常的这样的一个影像作品，其实对于一个盲人来说，它确实就像是一个久旱之后的甘霖。那这个是在2021年5月23日，就是由浙江省图书馆组织的一个线下的这个无障碍的一个观影活动。那在这个活动的这个整个的环节当中，这个观众朋友他是提出了非常多的一些感慨。那当时我们就记录下来了，就是有位盲人观众，他激动地对主办方这样说道，就是收到了这个活动邀请之后，他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睡好觉，然后在赶来的路上，他是足足坐了1个多小时的这个公交来参加这个活动。他其实是特别希望能够经常的来参加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活动。那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看到，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其实是对精神生活其实是充满的向往。然后我们的社会资源在这个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难以覆盖的地方。然后呢，这些朋友他其实对于这个个人隐私其实有着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然后我们在探索这个领域的相关的应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我们的社会福利相关的一些机构、主管单位，他们其实是很希望惠及到这样的一些人群。但是我们在技术上面能够做些什么，其实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马拉喀什条约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条约呢？它其实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部版权领域的这个人权条约。它主要是通过这个版权限制与例外，为盲人视力障碍的这样的一些朋友群体，他提供获得这个作品它的一些感官的这样的一些机会，保障其平等的获取文化和教育的这样的一些权利。那这个条约在那个2016年9月30号生效之后，那中国也是积极加入到这个缔约方。然后的话，其实是在去年的这个5月5号，其实是通过了这个加入这样的一个缔约组织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通过它，其实我们可以关注到，就是它能够丰富就是这一部分群体人员他的一个精神文化生活，它能够推动这些作品在海外的一个传播，然后提升这个版权它的一个国际话语权。它在一个充分公开的情况下，其实是得到了一个这个话语权的一个提升。那其实它也能够很好的展现，就是中国的这个在人权方面的一个国际形象。那这个是马拉喀什条约它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通过探索、通过连接、通过我们生态的一个合作的方式，然后得到了这样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体会。那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落地，它其实是非常的具有挑战的。我们一方面看到，就是中国是世界上这个盲人最多的一个国家，那视力残疾人数它其实是达到了
超过1700万人。那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个100个人里面就有1位，他就是这个盲人。然后呢，在这个马拉喀什条约，它其实是全球唯一一部版权领域的这个人权条约。它在2022年5月生效之后，它其实在落地过程当中存在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这个里面的一些侵权的问题，其实是非常难以解决的。那我们通过相应的一些合作和实践，然后我们发现在这个领域其实有4方面的一个主要的问题。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管机构，它其实掌握了这些残疾人的他的一系列的这个身份的一些数据。那这个里面直接影响到这部分数据是怎么被使用的，它的一些数据安全问题怎么样的去解决。然后对于这些公益机构，它在提供这些相关的一些消费的这些作品的时候，它其实存在着就是说我的这个碎片化比较严重，我要对接各个省、各个省它的一些主管机构、各个部门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人的身份，它的一些连接的数据，那这里面存在着碎片化非常严重、接入门槛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对于视障人群，它其实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份的一些特质，它其实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隐私泄露的一个关注。然后它对于平台，尤其是不知名的平台，它的信任感其实是普遍是比较低的。然后对于这些作品方，它其实在这个著作权人的这个角色，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它其实对于这个版权的这个内容扩散与侵权，这个怎么样子得到保障，其实也存在着非常大的一个顾虑。那这个当中的话，就是它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顾虑，就是你说你平台把这个内容提供给这个视障人群消费，但是你怎么证明看我这个内容的它就是视障人群，等等一系列这些方面的一些顾虑。OK，那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也得到了就是整个蚂蚁在这一块的一系列的这种支持。那没有就是蚂蚁集团这个 ESG 可持续发展战略，其实我们这个事情也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资源去推进它去落地的。那这个 ESG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话，蚂蚁其实实行了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继承这个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这样的一个主要的理念，然后在这个数字普惠、绿色低碳、科技创新还有开放生态这个领域来进行全方位的布局，来践行科技让生活更美好这样的一个理念。然后在开放生态这个领域，它其实是在构建这个多元、平等与包容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内容。那我们认为科技是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公益。我们希望通过数字科技为不同的群体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降低这个数字技术的门槛，努力让更多人获得技术带来的温暖。那这个是在我们近期就是2023年6月份发布的这个关于2022年年度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 ESG 的这个报告里面，发展报告里面提到的一些内容。这个里面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对年度的这个进展进行总结。那这一块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发现了这个社会上存在着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在内容的供需，在对这种视障人群的保障这个方面，我们发现了这些问题。但是我们更希望就是把科技、把这个公司的一些资源能够连接起来，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地方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其实给到了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帮助。Web3与分布式身份，那这个 DID 我们把它翻译成分布式身份。那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讲一讲这个里面的一些技术以及我们对它的一个理解。身份的话，它不仅仅意味着你是谁，你是谁可能仅仅是身份的一个根基。那你在这个身份的角色下面，你具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质？那换到互联网的这个语境里面，其实就是在讲你具有什么样的一个画像，你具有什么样的一个属性。那延伸到这个领域的话，其实它就意味着东西就会非常的多。比如说，你是不是一个学生？你是不是一个残障人士？你是不是具有一个购买力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等等。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拆解下来，我们发现其实 DID
它在 Web3 这个时代，它其实是构建了一个，就是我们对用户的这个身份，就是不仅仅是你是谁，而是说你具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质，你具有什么样的一些画像，对它进行的一个描述。那这样的一个描述，它其实是在构建基于端侧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流动。我们在讲就是从 Web1、Web2、Web3 这样的一路走来。Web1的时候，用户他可能是这个互联网内容的一个阅读者，那这个时候的话，身份它其实只是一个就是物理世界的一个延续。那 Web2的话，就是用户他可以创造内容，它其实逐渐的形成了现在的云为先，然后集中式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然后用户生产内容，用户消费内容，然后大平台汇聚数据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 Web3 最大的不同，它在于，当我们把云探索的非常彻底，或者是非常的成熟的时候，其实端上面的数据该怎么样的处理？那在端侧，它有没有可能形成未来数据交换的一种通道？那其实 DID 在这个里面，它其实给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那我们接下来再讲一讲这个里面的一些技术。DID 它怎么样子去构建这个基于单侧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数据，它的一个交换。那分布式身份它的一个基本流程那我们是基于就是蚂蚁的，就是在开放技术这个领域，我们有一个组织叫 Alpha 联盟。那这个联盟的话，它其实是携带了，就是它其实是由现在已经发展成由300来家这样的一个国内的这个生态合作伙伴。然后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芯片厂商，我们的 OS， 我们的手机厂商，我们的应用场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分发渠道等等这样一系列的合作伙伴在里面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组织。那我们在分布式身份这条路上，也是想依托这个组织，来在生态的这个场景里面去构建它的一系列的这个技术栈，还有应用场景。那这个里面的话，通过 Alpha 分布式认证的一个基础设施，它其实为用户提供了怎么样子去提交自己的数据，然后获得权威机构颁发的这个 VC， 也就是说身份资产这样的一个渠道。同时，我们又联合这个相关的一些这种身份的一些消费方，然后怎么样子让这个 VC 在用户授权的情况下，通过 VP。来向我们的场景去证明自己具有某个身份特质，也就是说，我们的数据在用户的端侧完成了一个非常流畅的这样的一个流转，然后来达到我们使用 DID 来解决一系列身份资产它的一个场景 match 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新型的这个数字身份的它的一个信任体系，它其实已经延伸到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通过用户的这个身份，用户的这个端侧的这样的一个对身份的一个数字管理这样的一个能力，来把它服务于我们想要达到、想要触及的这样的一些场景。那作为在这个新型的这个数字身份信任体系里面，我们其实是关注到就是这个用户隐私、数据滥用，还有用户体验，还有降低整个的一个机构成本这样的一系列的这种问题，然后通过分布式的这样一个身份认证的一个基础设施，链接这个身份资产的颁发方，还有就是身份资产的一个持有人，还有就是我们后面的这个身份资产的一个验证方，来共同去解决用户的这个身份在端侧流转。在单侧流转，在验证方进行验证，在那个颁发方进行那个可信的一个确认这样的一系列问题。分布式身份认证它的一个基础设施，它里面的一些技术，这张图就把它完全能够就是概括出来。我们通过在用户端侧构建了一个就是 Alpha ID。这样的一个根的 ID， 然后基于它，我们在端侧构建了这个终端计算与处理相关的一些能力，然后通过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基于端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能力，完成就是数据在端侧的它的一个流转。那这个里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储备，包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DPK
分布式的一个公钥基础设施，还有就是我们生物特征模板的一个这个映射技术，然后在端侧完成了这个用户的一个可信的一个身份认证，然后分级的一个凭证技术，我们在这个场景进行 match 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一定要开放非常详细的这个身份数据给到各个场景应用方，那用户可以去选择相关的一些就是这个我们推算出来它可能 match 到的这样的一些身份资产，然后给到消费方。然后在终端，我们通过合约的计算，通过一系列可证的技术，通过上链的一些方式，让这个整个的一个类似于观影这样的一件事情，它确确实实是扩散到我们的对应的这个消费者，而不是说我们扩散到我们具有身份没有这个身份特质之外的这个人群，来保障这个就是入奏方的这样的一个版权，打消它的一个顾虑。然后在用户这一侧，它其实可以进行这个选择性一些披露。那也就是说，我可以面对这些场景，我去选择我到底应该开放什么样的一些数据给到这个场景，而不是说像现在可能平台拿走了从顶层到下面最 detail 的所有的数据。然后的话，在整个的一个技术创新这个里面的话，我们会在端侧构建这个计算引擎。然后进行这个分布式人脸的一些校验，然后对于身份相关的一些资产进行零知识的一个披露。那这个就是我们进行这个就是在支持这个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落地背后相关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技术。然后同时在分布式身份认证的这个垂直行业应用里面，我们也基于就是特殊人群这样的一个场景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展。我们通过将整个技术的一个推演，服务到这个相关的特殊人群，他所能触及到的所有的这种生活场景。那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包括这个影音的服务，还有出行的服务，还有它可能涉及到的一些志愿服务，还有一些金融服务场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把整个技术它基于 DID 这样的一个模式，通过 VC 的这种身份资产的一个流转，然后达到我们在整个的一个这个行业里面，垂直行业里面进行相关的一些扩展。那这个的话，就是它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现在的这些公益机构它的一系列的这种接入成本，它不需要再去关注各个平台割裂的这个身份体系，而是在整个的一个 Alpha ID 的基础之上，就可以基于身份资产完成它的一个场景 match 和数据的一个流动。那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分布式身份认证的这个生态的构建里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蓝图。我们是希望在整个体系里面有更多的生态合作伙伴能够参与进来。我们是希望在整个的一个就是这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 W3C 这样的一个技术标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之下，能够更多的去从探索这个 DID 相关的一些实际应用的场景当中，推进它的一些标准的一些建设。那我们在整个这个领域，其实具有非常多的这个场景探索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经验。然后这个里面的话，有非常多的一些关于人的一些诉求，关于这个场景的一些成本，关于体验。关于数据安全等等一系列问题，那这个的话，我们也是在整个的一个生态共建的过程当中，一起去探索这些问题该怎么样的去解决。好的，这个以上就是我演讲的所有内容，谢谢大家。好，谢谢夏旭鹏。看看线上还有现场，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提问。巨鹏，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肯定也找过不少残障人士来测试这个方案。我想就是听一下他们对这一个方案的具体的感受，就是是否真正的解决了他们现实里面的一些难度，或者是降低了一些现实里面的难度，就是有没有一些现实里面他们具体用户的反馈啊？ OK。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产品，就是正在推进的过程当中。然后的话，我们其实也是找到了一些就是这方面的一些人士来帮助我们进行测试。你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支付宝的这个小程序里面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事情，那它其实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步骤，它要进入到这个小程序的这个环节。那这个里面相关的一些就是这种体验上面的一些保障，其实是存在的一些困难的。然后的话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甚至有些用户他可能没有装支付宝钱包，那他可能需要涉及到，比如说从我们的这个，比如说苹果手机的这个应用商店去下载这么样的一个 app。那安卓其实也存在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个里面的话呢，都没有很好的一些方案和标准去解决。那如果说在有别人帮助的情况下，他能够走到那一步，然后在后面的那些体验当中，他其实能够帮助到他节省非常多的一些这种麻烦啊。就是你比如说刚才那个 case 里面，其实那个朋友他其实要坐1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如果说我们真正的把这样的一个事情搬到了线上，它其实这方面的一些困难就可以很好的去解决。